历史承认的最美公主，前后嫁了7次，却依旧是个处女之身。她就是女真族叶赫那拉部落的东哥。她倾国倾城，却克死4任丈夫，吓得剩下2任心生恐惧。唯有第3任丈夫，也就是建立清朝的太祖努尔哈赤，他一心求娶。可东哥呢，不愿嫁给这个杀父仇人，最终留下叶赫老女的乳名死去。东哥嫁的7个丈夫分别是谁？她最终结局如何？今天我带大家走进这位传奇公主的一生。明朝万历年间，关外的女真部族实力变得强大，她尚且处于分裂状态，分为3个部落，分别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及野人女真。这3个女真部落中又分为数个部落，比如满清皇族爱新觉罗就是建州女真部落的一支。本文提到的女主角叶赫那拉东哥是海西女真部落的人。她出生那天，巫师看过其面貌后预言她可以让国家兴旺，也可以让国家灭亡。东哥父亲也就是叶赫那拉部的族长布斋不理解巫师说这话的意思，他想继续追问，巫师闭口不言了。布斋看着怀中的孩子，心想自己的女儿既然可以让国家兴旺，那就好好教育她。至于国家灭亡，布斋没有放在心上，他给东哥取了个大名叶赫那拉布喜亚马拉，小名儿才叫东哥。万历19年，东哥长到9岁的年纪，五官渐渐长开，不少见过的都说他以后肯定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加上呢有叶赫那拉部落公主这个丰厚的加成，东哥很快被披上蔚蓝满蒙第1美女的帽子。女真部落里关于她的名气逐渐传开，这引起不少人的觊觎，他们都想娶东哥装装门面。这一天呢，东哥从布斋口中得知自己嫁人的消息，丈夫是哈达部的贝勒代善。看在东哥年纪太小的份上，代善在布斋面前许诺等东哥长大再圆房。只是呢，让人没想到的是，布斋并非真心实意地把东哥嫁给代善，他想要削弱哈达部的力量，在迎亲当天派人将代善诛杀。从名义上来说，东哥和代善的婚事是被女真部落承认了的，也就意味着代善一死，东哥成为了寡妇。她是史上嫁过7次的公主。第1任丈夫是谁呢？东哥的第1任丈夫是代善。在代善死后，他所在的哈达部人心惶惶，趁此机会，海西女真的乌拉部迅速崛起，而建州女真爱新觉罗这边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不断壮大。在此之前，他和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叶赫那拉孟古成婚。从名义上来说呢，努尔哈赤是布斋的妹夫，东哥得喊努尔哈赤一声姑父。布斋意识到爱新觉罗部很强大，向努尔哈赤提出要土地的要求，努尔哈赤无情地拒绝他，布斋心生不满。就在这个时候，乌拉部的布占泰居然主动求亲，表示自己想迎娶东哥。布斋高兴极了，他高兴的呢，不是女儿可以嫁出去，而是想联合乌拉部攻打爱新觉罗部。原本布占泰有些迟疑，布斋拍拍手表示叶赫部、哈达部等都会参战，一共有9个部落去攻打努尔哈赤。布占泰认为9打1肯定能赢，便答应了。就这样，史上出名的9部之战开始了。让人没想到的是，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部以少胜多，让女真其他部落恐惧不已。而布斋呢，在此次战役中战死，布占泰则被俘虏。叶赫那拉部的布斋一死，他的儿子布扬古接任族长之位，也就是东哥的哥哥。他见9大部落联合都打不过努尔哈赤，吓得直接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看到他的示好十分高兴，尤其呢是还可以得到一个大美人，他更是乐得笑开嘴，马上派人送去聘礼，要布扬吉选个良辰吉日便迎亲。东哥知道后和布扬古大吵了一架，他认为努尔哈赤是杀父仇人，自己嫁过去便是认贼为夫。东哥不愿意，布扬古却没有在乎他的感受，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他。东哥心一横，拿着刀就横在脖子上。
他要以死拒绝和努尔哈赤成亲。布扬古没办法，只能派人回绝和努尔哈赤商议好的婚事。东哥这边呢，他借着自己闻名女真的美貌，扬言说谁杀了努尔哈赤，谁就是她的丈夫。一时间，草原上很多想要东哥的霸主开始对努尔哈赤发动进攻，可惜都以失败告终。时间又过了3年，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发生内乱，继承人们都想上位，打得不可开交。叶赫部中的贝勒金台石看准机会，号召手底下的人攻打哈达部。哈达部不敌，向努尔哈赤求援。努尔哈赤提出一个要求，哈达部目前最有可能当族长的贝勒蒙古贝罗需要把儿子送到建州当人质。实际上，他是想以哈达部为跳板进攻海西女真。蒙古贝罗很犹豫，但他为了保护哈达部，决定呢还是把儿子送出去。他是建立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为一个女人灭掉一个部落。叶赫那拉部这边，布扬古担心努尔哈赤支援哈达部，叶赫那拉部有大祸临头的可能。他写信给蒙古贝罗，表明之前一切都是误会，叶赫那拉部愿意归还部分财物，并把东哥嫁给蒙古贝罗。蒙古贝罗一听，直接答应布扬古的请求。这件事情传到努尔哈赤耳中，他气得火冒三丈。本来呢，东哥会成为他的女人，现在居然要嫁给蒙古贝罗。努尔哈赤大半夜睡不着觉，大手一挥，直接讨伐哈达部。不到1个月的时间，哈达部落宣告灭亡。就这样，东哥第4任丈夫再次没了。明朝万历35年，海西女真挥发部的贝勒王基努去世，他的儿子中将有1个人继承贝勒身份。王基努的孙子拜因达里蠢蠢欲动，召集手下直接杀掉7个叔叔，自封贝勒上位。拜因达里成为贝勒之后，他极为残暴，总是打骂吓人，导致很多人逃去了叶赫部。叶赫部实力大增，开始攻打挥发部。拜因达里此时孤立无援，他无奈地向努尔哈赤求援。布扬古听到消息后，认为自己和努尔哈赤的实力还有差距，便派人对拜因达里说，叛逃到叶赫部中的挥发部人会如数奉还，还将把东哥嫁给他。不过呢，有个要求，拜因达里需要宣告整个女真从此与努尔哈赤绝交。拜因达里许是脑袋打铁，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布扬古的要求。努尔哈赤得知消息，感觉自己被耍了，为了找回尊严，他直接消灭挥发部。过了不久，布占泰和努尔哈赤的侄女成婚，被放回了乌拉部。布扬古听到消息，想把东哥再次嫁给他，但要求布占泰休掉妻子，或者向天下告知乌拉部和努尔哈赤决裂。布占泰本就对东哥很是喜爱，马上答应布扬古的条件。努尔哈赤这边呢，二话不说，一举拿下乌拉部。布占泰走投无路，投奔叶赫部。布扬古出于道义，收益了布占泰，却始终没有提他和东哥的婚事。布占泰找人打听才知道，东哥说只嫁给能够杀死努尔哈赤的人，至于是努尔哈赤的手下败将，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布占泰又气又恼，然后染病死了。时间推移9年，东哥已经33岁。要知道，当时很多女子12、13岁就嫁人，东哥却孑然一身，这让布扬古关心起来。他急切想找一个能让东哥托付终身的人。由于东哥先前5个丈夫中，除了努尔哈赤还活着，其他的都死了。女真流传着他克夫命硬的丑闻。布扬古无奈地把妹妹嫁给蒙古族，暖兔部的吉赛十分合适。一开始吉赛很乐意成婚，结果一听妻子是东哥，便立马拒绝了。他害怕地回信说不想早死。后来喀尔喀布贝勒的儿子莽古尔泰愿意迎娶，就这样东哥顺利地嫁出去了。此时的他依旧是完璧之身，让莽古尔泰心情复杂。努尔哈赤这边呢，他很不高兴。在他看来，就算原本的联姻毁掉了，东哥依旧是自己的女人，其他人休想沾染。现在东哥居然成亲了，
努尔哈赤跪在地面发誓，诅咒东哥结婚活不了几年。也许是他太过诚心吧，东哥不到1年便病死了，只留下叶赫老女的乳名。回顾东哥的7次婚姻，细品之下呢，会发现他的人生极为可悲。从他第1次的联姻到第7次成功嫁出去，似乎都是掌权者们发生战役的借口。哪怕是东哥的父亲和同胞哥哥也心存算计。可怜的东哥犹如浮萍漂泊风雨中，到头来还背负克夫的罪名，真是令人无比叹息。